马来西亚，时隔9年 ，F1 终于回来了。由于今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，原定4月举行的巴林大奖赛和沙特阿拉伯大奖赛被迫取消。F1 主办方在7月26日宣布，雪邦国际赛车场将于10月4日承办巴林大奖赛的替代赛事。消息一出，售票网站瞬间涌入，近 1.6 万名用户同时在线排队，等待时间一度长达50分钟。对马来西亚来说，这是一次久违的国际盛事。首相安华在社交媒体上说，马来西亚已准备好，欢迎 F1 重返雪邦。副首相阿莫扎西更直言，这场赛事有望带来中长期经济效益，成为评估是否复办 F1 的试金石。但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，为什么同样举办 F1， 新加坡却从来不担心赚不赚钱，甚至每年 F1 一来，酒店爆满，餐厅订光，国际企业扎堆举办商务活动，整个滨海湾仿佛进入黄金周。一场赛车，为什么在不同城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应？今天，我们就借着马来西亚 F1 回归，聊聊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实，真正赚钱的，从来不是赛车，而是整座城市。我们先讲讲马来西亚与 F1 的这段恩怨情长。雪邦国际赛车场从1999年开始，连续举办了18年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，直到2017年，时任首相纳吉宣布隔年起停办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不是不会办，而是越来越难赚钱，承办费用越来越高。根据马来西亚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2025年8月在国会的答复，如果复办 F1， 政府每年需向 F1 商业权利持有方自由媒体集团支付约3亿令吉的授权费，合约一般为期3至5年，意味着总财务承担可能高达15亿令吉。此外，雪邦赛道每年还要额外投入约1000万令吉，来维持符合顶级赛事要求的认证标准。光是这笔账，就让很多国家望而却步，门票收入却增长有限。雪邦虽然拥有世界级的赛道设施，但观众主要就是来看比赛。比赛一结束，很多游客当天离开，城市消费非常有限。时任总理纳吉在宣布停办时直言，举办这项赛事的回报日益下降且远低于投入。雪邦赛道前首席执行官也承认， F1 在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，现在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赛事与城市经济的联系不够紧密。雪邦赛道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，距离市中心约45分钟车程。F1 周末一过，酒店恢复正常，商场恢复正常，整个城市没有形成持续的消费链条。赛车场很成功，不代表城市一定赚钱。这正是马来西亚停办 F1 最深刻的教训。而隔壁的邻居新加坡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很多人以为新加坡办 F1 是为了门票收入，其实恰恰相反，真正赚钱的往往不是赛车场，而是整座城市。从2008年新加坡首次引入 F1 至今，这项赛事已经为新加坡带来了超过20亿新元的直接观光收入，吸引了数十万名国际高端游客。2025年10月的 F1 新加坡大奖赛，3天共吸引30万641名观众入场，同比增长 11.7%， 创下疫情后第2高纪录。但这只是冰山一角，酒店业赚翻了。2025年10月，新加坡酒店业录得有史以来最高的月度平均房价和每间可售房收入，整个10月入住率达到 82.8%， 同比上涨 6.5%， 平均房价达到 384.15 新元，同比上涨 19.5%。 赛事当周的星期五，入住率更飙升至 95.9%， 平均房价达到 757.62 新元。滨海湾及乌节路一带的酒店近乎爆满，预订总量同比增长 60%。 餐饮和零售业同样迎来消费高峰。 Visa 的数据显示， F1 赛事周期间，游客在新加坡中小企业的刷卡支出增长了约 65%， 其中食品和超市消费激增约 120%，
餐厅消费增长约 80%， 深夜消费更是暴涨超过 90%。 换句话说， F1 不仅带来了白天的游客，还激活了整座城市的夜间经济。高端旅客是消费的主力。威视的数据显示，富裕旅客只占赛事周所有旅客的约 30%， 却贡献了约 40% 的总消费。相比普通一周，赛事周期间到访新加坡的富裕旅客人数高出约 30%， 但他们的消费额却飙升了近 45%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商务旅客。赛事周恰逢各类会议和展览，商务卡持卡人到访新加坡的人数比普通一周高出约 80%， 消费额更是几乎翻了3倍，增幅高达 170%。 这些商务旅客的消费力远远超过普通游客，很多人甚至不是来看赛车的，而是来看整场嘉年华。2025年的赛事邀请了艾尔顿·约翰、G-Dragon 等国际巨星登场表演。F1 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10天的城市节庆，从9月26日到10月5日，全程遍布赛车主题的生活方式活动。为什么新加坡坚持举办全球唯一的 F1 夜赛？很多人觉得夜赛只是因为漂亮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方便整个城市一起赚钱。白天，企业照常办公，国际会议照常举行，商务谈判照常进行。晚上，所有人走进滨海湾，看比赛、听演唱会、消费，整个城市几乎24小时运转。深夜消费暴涨超过 90% 的数据，恰恰证明了夜赛模式的商业价值。新加坡把赛道设计在市中心，滨海湾街道赛道全长约 4.94 公里，蜿蜒穿过新加坡最核心的金融区和旅游区。为什么？不是为了风景，而是为了酒店就在旁边，商场就在旁边，金沙就在旁边，金融区就在旁边，游客几乎不需要额外交通，消费自然发生。赛道不是目的，而是把整座城市串联起来的纽带。很多人以为 F1 最大的价值是游客，其实还有另一群人：全球企业、投资机构、品牌商、国际媒体。不少跨国公司把新品发布、客户接待、合作签约安排在 F1 周，因为客户都来了，媒体也来了，国际曝光度最高。F1 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商业社交平台。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来说，这个价值远远超过门票收入。反观马来西亚这次回归，情况有些特殊。由于是临时替代巴林举办，马来西亚无需支付原本高达上亿令吉的承办费用，仅需拨款约1600万令吉提升赛道设施。这是一次低成本的试水。首相安华也明确表示，政府正在研究推出价格亲民的昌明门票。但问题的本质没有变，雪邦赛道依然远离市中心，游客看完比赛后依然很难自然流入吉隆坡的消费场景。这次赛事能否带动更广泛的城市经济，仍然是一个问号。整体客观来看，雪邦回归对整个区域来说反而是好事。亚洲拥有更多 F1 分站，意味着更多车迷来到东南亚，区域影响力整体提升。很多国际游客可能先去雪邦，再到新加坡，形成双城旅游，这符合整个东南亚旅游发展的趋势。根据威视的数据，约 20% 的 F1 新加坡大奖赛观众在赛后继续前往其他亚太国家旅行，平均额外停留 3.5 天。这种优势互补，其实非常符合东南亚区域旅游共同发展的长远趋势。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来说，借由巴林出资的这次机会，低成本地检验市场水温，并探索政府与企业赞助结合的新模式，无疑也是极其明智的一步棋。从雪邦赛车场的盛况到滨海湾夜赛的狂欢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的体育经济逻辑。很多城市看到的仅仅是一场90分钟的赛车比赛，卖的是一张赛场门票，而新加坡看到的是一条涵盖了酒店、购物、金融、餐饮、品牌、商务和城市形象的完整经济链条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马来西亚时隔9年办 F1 引发轰动？
而真正赚大钱的依然是新加坡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真正赚钱的从来就不是那几十辆在赛道上飞驰的赛车，而是一整座高度协同、精明运转的城市。那么，你觉得马来西亚这次低成本试水 F1 之后，有没有可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赚钱模式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